这里面啊，真是一股冷风。哦，来看这里啊，这里竟然还有这么长的一条通道，真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啊。先去前面看一下。这两边是一排排的佛像，雕刻的还挺精美的。这样的地方，我都不敢说话了。哇，这边还有，哇，这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。特别的黑。我感觉这应该是在那个层楼里面，可能是弄成的一个通道。雕刻的还算是 OK 吧，但这里面是挺阴冷的。每一边都有6个，全部都是相同的佛像。上面啊，水都把墙给泡脏了。阿弥陀佛。都是相同的。哎，你看，哇，这里面还有好长啊！你看后面，哇，这真是不得了啊！我现在就像来到了一个迷宫一样了。你看，这里面现在有一些场景，这表情啊，还有他们动作，挺细腻的。但是从他的脸上的这个表情来看，你看还有血，真蛮诡异的。我这不知道走哪边呢？上去看一下。你看上面，我感觉还有阶梯。这两边又是佛龛。上面还是台阶，应该是通向2层的。你看这植物啊，都已经长进来了。再走过去，不知道还有没有。你看，下面是佛像，上面却是这种欧式的灯。这一束像都已经倒了。
哎呦，这里面，哇，好大呀！一排泥树，而且现在这些都已经倒落下来了。这好像通过去以后就是一个出口，不知道通向哪里。里面有狗叫声。这样就完了，去看一下。看这里面，不知道是哪些神仙。里面有一些僧人。看这边。不知道是谁恶作剧，竟然还在观音的脸上画上了血。哎呦，这里面真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结构啊！哎，哦，这里就已经没路了。那我们继续往那边走。以前啊，就是这样的灯泡，也是比较的昏暗。那我们继续往那边走。这里面特别的潮湿，因为这两天啊是在出太阳，但是你看这个房间里面啊，这墙壁渗水特别的厉害。你这些人啊，他们的表情栩栩如生的，好像非常的恐惧，不知道被谁在追赶，然后头都没了。哇，这边还有啊，不知道怎么走了，就往前面走。该不会迷路了吧？好像是不同时代的人物，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故事。哇，听到有野狗在叫。什么情况？你看这个表情啊，这个头都有点变形了。下面这里还有。这是荆轲刺秦王吗？你看，这拿了把剑，头被砍掉了。这上面不知道是不是秦代的。这里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场景，这个人都骑在马上面。那这上面都有一些绘画，其实画的还蛮不错的，但是由于这里面啊比较的潮湿，所以很多呢都已经掉落了。
看这墙壁啊，很多的泥塑都已经被破坏了，或者说是这里很潮湿。你看，这边损毁就很严重，几乎都没了。前面我感觉门被堵住了，那我们先往前面走过去看一下。北魏魏孝文帝，哇，你看，这里总算是有一个介绍牌了。他表情啊很严肃。这边呢？这边就没有介绍了。汉元帝刘爽。都有点倒掉了。李皇后不知道被谁带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被谁带走了？先往前面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真是挺阴森的啊。哇，树都长进来了。这里有一排宫女，你看这个头啊，都已经掉落下来了。这里面还有，哇，这个我该不会迷路了吧？到处都是很深的这个过道。哇，这些全部都披上了黄色的披风，你看，这人不知道是谁呀？墙都开裂了。看这边，这人手舞足蹈的，不知道比划什么。看这个人的手都掉了。这里呢，之所以废弃以后被大家说是闹鬼比较凶的地方，就因为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啊，这旁边有很多的坟地，所以还有人把这里称作为周口的阎王殿。我想这个地宫里面这种阴森的结构，还有它的这些布局啊，的确会让人联想到这样的场景。即便是白天啊，现在来到这个里面啊，都感觉到阴森恐怖，而且到处都不断的在吹风，还蛮压抑的。因为我在里面走了蛮长的时间了，但是仍然没有走出去，也随处可见这些泥塑、泥像都已经倒落下来了。每经过一面啊，都有无数的这些泥塑盯着你，各种怪异的表情。这里面真是说话都不敢说太大声了。
哎呀，总算是出来了。你看，这边应该也是到头了吧？我再看一下。哦，这里到头了。哇，你看这些泥塑的造型啊，其实做的还不错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，看上去还真是蛮恐怖的。总算是出来了。刚才在里面啊，可以说是心惊胆战的。像以前呢，我们去看这种废弃的建筑啊，或者说是废弃的景区呢，也去过不少。但是像这一种啊，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面，而且四周又像迷宫一样，还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泥塑，那可真是第一次啊。其实我个人感觉，这样的一个地方呢，如今废弃了，还蛮可惜的。你看，在我的身旁这里啊，就是非常著名的紫禁城。虽然是一个旅游山寨版的紫禁城，但是它这一栋建筑啊，仍然非常的霸气。你看，从底部到它的顶部，这至少得有60-70米高，而且上面的那些屋檐，还有那些木建筑啊，同样也是有着那种仿古的味道，挺美的。但是现在墙上啊，很多地方都有裂痕，都已经开裂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坍塌掉，挺可惜的。你看这里面这些建筑啊，如今的这个中华5000年啊，它就停滞在了这一个地方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桃可以焕然一新呢？好吧，那这里啊，就是我来河南的第一站，那我的旅行呢又将继续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在下一集中，阿森将去探寻一座废弃的清代地主大院，规模巨大的宅院内却有着很多的盗洞，这里究竟有何宝物？为何会吸引这么多人前来挖宝？阿森在探寻中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？这里应该是上去的阶梯。